脱下阵亡士兵的衣服，进行统一的挑洗和晾干，再由数名女工连夜缝补，这样一件件崭新的德军军装就能再次分发给新兵。新兵伯德接过衣服，迫不及待地想要试穿，可不一会他又折了回来，因为军装上赫然写着别人的名字。长官见状，淡定地撕掉牌子，而这群新兵不知道的是，每个人手里的军装上已经依附了太多逝去的亡魂。而这一幕真实发生在1917年的德国，当时一战已经持续3年之久，为了补充前线缺失的兵力，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被送上战场，其中就包括像伯德一样的在校学生。就在临出发前，校长还激情澎湃地给大家画着大饼，而这群未经世事的学生们，在校长极其偏激的洗脑下无比亢奋。这一刻，他们梦想着战争，他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上战场。隔天，这群涉世未深的学生兵便出发前往西线参战，他们一路高歌嬉笑，像是去度假一般，终未希望这群学生兵能活过6天，等到下次的兵员补充就够了。没想到话音刚落，从天而降的炮弹就击碎了所有人的幻想，他们像老鼠一样躲进无尽黑暗的山洞。不久，他们总算是到达了战场。然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不是冲锋陷阵，而是拿着头盔清理战壕中的雨水。刺骨的雨水冻得新兵瑟瑟发抖，在老兵的教导下，新兵纷纷把手伸入裤裆，冻得没知觉的手果然恢复了一些温暖。接着新兵们又赶紧拿起头盔，把战壕中刺骨的雨水给抛洒出去。到了晚上，天空中的照明弹根本不停歇，一发接着一发的打。交战双方都怕对面趁着晚上夜袭，照明弹下坠时就如同天上的流星般炫彩夺目。伯德和队友欣赏这别致的艺术，可下一秒敌人就开始进行炮击。最近的弹坑离伯德并不遥远，他赶紧拉着同伴避难。炮火声接连不断，头上木板缝中泥土不断震落。同伴此时已经彻底慌了，哭着喊着想回家。老兵严厉喝止了同伴的行为，免得因为他的丧气话扰乱军心。眼看炮弹在避难所前爆炸，还是有新兵承受不住心理压力，不顾阻拦朝避难所外跑去。这时正好一发炮弹打在了门口，那名往外跑的新兵直接被炸得尸骨无存。很快避难所迎来了更猛烈的炮击，老兵组织新兵们赶快冲出避难所，但为时已晚，铺天盖地的炮弹很快把避难所吞噬。当伯德再次醒来时，阵地已经一片狼藉，就连避难所都被炸成平地。不到1天时间，德军就伤亡了4万名士兵。按照这样的推进速度，他们差不多需要200年才能攻占法国。如此下去，德国很快就会被打到没人。为了推迟法军的进攻，德国派出谈判团进行停火协商，但盟军元帅拿出的却是投降书，法德谈判就此破裂。而这边的战场上也拉开了下一场屠戮的序幕。面对这座庞然大物，德军的火力像是在给挠痒痒，战壕里的德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从头顶开过，然后从战友的身上碾过，接着铺天盖地的炮弹炸得残肢断臂，到处乱飞。而此时在德国的一座宫殿内，那些发动战争的政治家正伴随着优美的音乐进食，又顺手把一块肉丢给自己的宠物狗。他们为了自己那虚无缥缈的自尊心，下令谈判团绝不投降。法德和谈再次失败，就这样数万名德军战士别无选择，他们只能像工厂里的机器一般，发起九死一生的冲锋。子弹擦着耳边掠过，每时每刻都有人倒在前进的路上。此时的伯德已经不再是战场新兵，见惯生死的他变得越发稳重。只见伯德冲进敌军战壕，抬手就是一刺刀，接着拿起铁铲开始近身肉搏。这边2名身经百战的老兵配合得很默契，他们趁势端掉了敌军指挥部。看着眼前满桌的食物，士兵们饥不择食的大口吃起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大地开始剧烈颤抖，满地的老鼠吓得集体逃窜。士兵赶紧跑出去一探究竟，结果远处的庞然大物瞬间让人不寒而栗。这是人类史上坦克的首次亮相，而德军在这个陌生的钢铁巨兽面前显得格外手足无措，任何枪弹攻击都失去作用。只见这辆巨兽坦克将德军士兵碾成肉泥，有新兵害怕地大声嘶吼，也有人蜷缩在一起一动不动。老兵见状赶紧呼吁大家振作起来，后方的领头人率先掏出手榴弹，尝试着炸断坦克的履带。这方法果然奏效。这时有个士兵惊恐地望向后方，法军的步兵已经紧随其后，只见他们手持喷火枪焚烧着德军。即便有人缴械投降，可依旧得不到法军的丝丝怜悯。伯德卯足劲地往前跑，不慎一头栽进了水坑里。他本想爬起来跟上大部队，但无奈法军就在身后不远处，他只能摆出一副死态蒙混过关。夜幕降临时，他不紧不慢地回到营地。不过战士们的行为令他很诧异，怎么打了败仗还这么高兴呢？这时一名士兵跑来告知，原来上级正在就停火协议做准备，他们很快就能回家了。士兵们都高兴不已。这时在一众伤员中，伯德看到了对自己照顾有加的老兵，此时的他被炮弹炸断双腿，已经奄奄一息。老兵本想战争结束后回家做警察，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就在吃饭时，老兵趁伯德不注意选择自杀，曾经几百人的队伍也就只剩下2个人还活着。而另一边，德军代表终于在协议书上签了字，战争将在6个小时后彻底结束。但没想到第2天一早，不认输的将军再次集结部队，他要用这上千名士兵的生命去为自己的自尊心送死。战争还有半个小时结束，但德军长官却让士兵拿着枪去和法军拼命。士兵本想大声问候一遍他的家人，可大家心里清楚，自己只有去送死这一个选择。
或者还可以选择被当场枪毙。士兵被迫选择了前者，他们做好了最后冲锋的准备。随着一声令下，德军冲了出去。此时的他们面对死亡已经完全麻木，就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，既没有对回家的期望，也没有对战场的恐惧。而另一边的法军阵地，大家正在战壕里提前庆祝着胜利。然而凭着多年在生死边缘徘徊的第六感，一名军官感觉情况不对，反应过来后才意识到是敌军突袭。他立马组织士兵开火防御，但德军大部队已经逼到眼前，无情的枪炮下，德军陆陆续续倒下。而伯德这个当了2年的老兵，已经把战斗当成本能，开枪和突刺的节奏堪称完美。在法军战壕里，伯德救下了一个刚入伍的新兵，但他也被法军按入泥水中，眼看自己即将窒息，他拿起一块石头猛地将敌方打倒。这还没完，法国兵又瞄向地上的枪，就在他起身的一瞬间，伯德果断将他撞进身后的防空洞。此刻两人丝毫不敢喘息，爬起身准备做最后的决斗。但偏偏这个时候，一个士兵从身后直接一刀刺穿伯德胸膛。也在同一时刻，外面响起了停火的命令。就这样，这个曾经满腔热血的学生兵，最终没能熬到回家的那一刻。他看着遍布满天的硝烟，怔怔入神。他靠着余力缓缓走到外面，接着又默默找了个地方安静的死去。这时德军军官走到年轻的新兵面前，让他收集德军军牌。新兵一个个的把士兵胸前的军牌掰下，可走到伯德面前时，新兵愣住了。正是那个救了自己的伯德。伯德已经死亡多时，可手中却死死攥着一块围巾，也许是出于对救命恩人的感激和纪念。新兵把围巾挂在自己的脖子上，这才缓缓离开。然而战争没有结束，它只是暂时的停止，这是战争和下一个战争的前夜罢了。